我曾经活在比较里很久，几乎是睁开眼的那一刻，脑海就自动启动一场比赛，谁过得更好，谁更有钱，谁的关系比较稳定，谁看起来比较快乐。即使我努力了，成长了，变得更坚强了，只要一看见别人更进一步，我就又跌回自己设下的深渊里。我不是不够，而是忘了自己是谁。比较让我看不见自己已有的美好，让我紧张、焦虑、患得患失。它让我把焦点永远放在我还差什么上，而不是我已经有什么。最痛苦的是，明明别人什么也没对我做，我却在心里悄悄攻击自己，怀疑自己，然后伪装成笑容，保持礼貌，继续在人群中和自己对抗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深夜滑手机，看着某位朋友分享他的丰盛人生，自由工作、灵性成长、美丽婚礼，我突然感觉到胸口一阵抽痛。但这次我没有逃避，我静下来问自己，为什么你会这么痛？那一刻，我听见内在有个声音说，我不是羡慕他，而是我不相信我也可以。那一刻，我哭了，眼泪不是为了别人的好，而是为了我对自己的不信任。我终于诚实地面对那份深层的恐惧。我怕自己不够特别，不够成功，不够值得。所以我需要比较，来确定我还有价值。但也就在那一夜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我告诉自己，我不要再这样活下去了。我不要再用别人的故事打压自己的节奏。我不要再把焦点放在缺口上，忘了我的完整。我不要再让比较绑架我的自由。那天起，我开始练习转换每一个念头。当我看到别人成功时，我提醒自己，他的成功没有夺走我的可能。当我看到别人快乐时，我告诉自己，他的幸福是我值得的镜子。一开始并不容易，但每一次我愿意转念，我就靠自己更进一步。我开始更愿意欣赏，而不是羡慕。我开始更愿意祝福，而不是防备。我开始看见，原来这个世界是那么宽，宽到能容纳每一个人的光。当我不再盯着别人比较，我终于有空间回头看自己。我发现我已经有很多珍贵的东西，一双愿意支持我的眼睛，一颗持续跳动的心，一段正在努力修复的关系，一份稳定前进的热情。我一直以为自己还不够，其实只是我不曾认真细看。我学会不再用别人的速度衡量我的进度，我学会信任自己的步伐，因为我知道真正的丰盛不是赢过谁，而是成为我自己。这样的我不再害怕与人并肩，不再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，因为我知道我可以，而且我一直都可以。当我愿意看见自己独特的旅程，我就开始真正踏实地活着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懂得，我值得，不需要比较来确认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变得宽了，静了，稳了，世界也跟着变了。我看见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，没有人比谁早到，没有人比谁重要。我们只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开花，而我也终于开出了自己的那一朵。我不再需要世界给我名次，因为我已经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就是一份完整。不再比较的那一刻，我终于回到自己，也真正拥有了整个世界。
不是因为我赢了，而是因为我再也不需要比。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明白这件事。原来我的丰盛不需要跟任何人一样。在那之前，我总是拿着别人的标准丈量自己的人生。朋友买了房，我开始焦虑；同事升迁，我开始质疑；社群里一张张理想生活的画面，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。我曾以为丰盛有一种样子：收入稳定，生活有品味，谈吐得体，旅游打卡，感情圆满。我照着那个样子努力调整自己，希望自己也能够看起来成功、成熟、幸福。但越努力模仿，我越失去自己。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，就算拿到了，也觉得空空的。那些我其实不喜欢的节奏和选择，硬是塞进人生里，只让我更疲惫，更疏离。有一天，我走进一家小书店，店里很安静，阳光斜斜地洒在书柜间，空气里有一种很柔和的味道，干净而不张扬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被触动了，不是因为什么华丽的情节，而是因为我感觉到了，这就是我心中想要的丰盛。不是耀眼的，而是安静的；不是让别人羡慕的，而是让自己安心的；不是用来展示的，而是能够活在其中的。我开始重新问自己，如果我不需要迎合任何期待，我的丰盛会是什么样子？答案慢慢浮现出来。也许我喜欢简单的生活，也许我不爱热闹，只想和几个深刻的朋友交流。也许我不想成为企业家，只想每天静静写字、听音乐、走路。也许我最想要的不是更多财富，而是更多自由。这些答案没有一个是华丽的成功，却每一个都让我感到踏实与温暖。我开始接受，原来我的节奏、我的渴望、我的人生图谱，就是我专属的丰盛设计。我不需要成为谁，也不需要证明什么，我只需要越来越像我自己。当我开始走回自己心中真实想活的样子，生活开始变得不一样。我不再焦虑别人的进度，因为我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条路。我不再羡慕别人的生活，因为我知道那不会让我真正快乐。我开始珍惜那些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日子，因为那正是我选择的生活。早起泡一壶茶，在阳光里慢慢醒来，静静写几段文字，把内在世界好好整理。和朋友散步，和家人共餐，在书中遇见自己。这些事也许在别人眼中平凡无奇，但对我而言，那是我定义的丰盛。我不需要把它变得精彩万分，它本身就足够深刻与真实。有时我也还会被比较的声音勾起，但我会提醒自己，我不必那样，因为我不是那样。当我越能接受自己的不同，我越能看见别人的丰盛也是美的，却不需要变成我的模样。我终于懂了，真正的丰盛不是标准化的成就条列，而是灵魂深处那句这就是我想要的安定感。从那天起，我对人生有了新的信任。我不再赶时间，不再追风口，我不再活成谁的版本。我只选择一条让自己自在的路，那是一条慢的路，柔的路，深的路，但我知道它会带我回家，那个与宇宙连结，与自己同在的地方。我不再需要别人认可，因为我已经认可了自己。我不再等待谁来给我答案，因为答案一直都在我心里。
而那一刻，我心里静静浮现一句话：我的丰盛不必跟任何人一样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以为自己活在一个不够的世界里，不够钱，不够时间，不够机会，不够运气。我每天醒来，第一个念头是：我还缺什么？那样的视角，把整个生活都染上了匮乏的色彩。我越是专注在少，生命就越显得沉重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那么残酷？是不是幸福与丰盛只是留给特定少数人的奢侈？直到有一天，我走进一座老旧社区，那里的房子斑驳，街道窄小，人们的生活看起来朴实无华。我本来只是经过，却被一户门口的景象吸引了目光。一位老奶奶正在浇花，手里拿着一个旧铁壶，花盆里是几株开得正盛的粉色矮牵牛。她的动作不快，却带着一种柔软的节奏。阳光洒下，她微笑着看着花，好像在与它们对话。那一刻，我的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。我停住脚步，只为了多看几秒那样的画面。然后我突然明白，这个世界不是缺少丰盛，而是我们常常缺少看见的眼睛。如果我当时只是匆匆走过，我只会看到一座老社区。但当我停下，打开感官，我却看见了生活的富有。那一天，我开始学习用新的眼光看世界。我练习着不再只看我没有的，而是看我正在拥有的。我开始在早餐里感受那一口热茶的温度，在地铁里听见小孩无邪的笑声，在工作的间隙注意窗外的光线如何在墙面移动。这些都不是新出现的丰盛，它们一直都在，只是我从未留意。我开始明白，是我的目光决定了我生命的品质。当我的目光充满评价与匮乏，再美的风景也会变得平淡。但当我的目光带着欣赏与感激，在平凡的瞬间也能成为奇迹。我不再急着追求更多，因为我发现丰盛其实是一种存在感，是一种你能不能在这一刻感受到自己与世界是连结的。有时只是一段音乐，一阵风，一句被理解的话语，就能让我重新被触动，重新相信世界的温柔。那并不是世界变好了，而是我选择用不同的角度看它。我开始将这样的练习融入生活。每天早上醒来，我问自己，今天我可以用什么样的眼睛来看待世界？不是催促自己快点好起来，而是允许自己打开、放松、接受。我发现，当我这么做，我的能量开始转变，吸引来的事物也更贴近我的渴望。因为宇宙一直在回应我们的目光，你怎么看它，它就怎么回应你。你越觉得它缺，它就越紧缩；你越看见它的美，它就越敞开。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，从来不是被动接受，而是主动创造。透过我们的眼光，我们定义了现实的色彩。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，我终于不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。我知道我拥有选择的力量，我能够决定我要看见什么。不管外在是否完美，我都可以选择用一种看见丰盛的眼睛生活。这样的我不再害怕遗漏什么，因为我知道，当我真心看见，丰盛就会显现。我不再等完美时机或更好条件，我只在每一个此刻问自己，你能否看见这里早已满意？因为真正的丰盛不是发生在未来，而是在当下那个你愿意看见的瞬间。
我终于懂了，是我的目光决定了世界的富有与否。我曾经以为富足是金钱，是拥有一间理想的房子，一份稳定的收入，一段不动摇的关系，一个被羡慕的人生。我曾这么努力地去争取，在每一段深夜里逼自己坚强，在每一个选择里压下真实的感受。我以为只要够努力，我就能抵达那个叫做富足的终点。但我从没想过，那些看起来接近成功的时刻，我却一点都不快乐。我有钱了，但我不敢花。我谈恋爱了，但我一直怀疑自己不值得被爱。我终于被人认可，却觉得自己像个空壳。有一段时间，我过着别人看来很好的人生，却感觉内在始终饥饿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只知道每一天都像穿着一身不合身的衣服，外表整齐，内里刺痛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崩溃了，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因为成功再也撑不起我。我才发现，我追求的不是富足，而是被爱。那一刻，我哭了很久很久，像是某个一直以来被忽略的自己，终于被拥抱，被看见，被允许。我开始学着去理解那份饥饿，不是责备自己怎么这样还不满足，而是问我哪里不曾被爱好好照顾过。我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，发现一路上我给了自己太多压力，太少慈悲。我一直以为有了成就别人才会爱我，却忘了爱不是条件，是空间。那时我开始学会停下来，学会对自己温柔，学会说没关系，学会在犯错后抱自己一下，学会对那个总想证明自己有价值的内在小孩说，你已经很好了，不需要换什么来被爱。那是我人生真正的转变。从那之后，我开始感受到富足，但它不在银行账户里，不在工作成就里，而是在一个又一个我愿意爱自己的瞬间。当我愿意给自己喘息的时间，富足就出现了。当我不再强迫自己讨好世界，富足就靠近了。当我学会在疲惫的时候对自己说你很棒了，富足就进驻了我的心。我发现真正的富足是一种活在爱里的状态，是你无论做的多寡都能相信自己有价值，是你不再逼自己进步，也知道自己值得被珍惜，是你不再惧怕失去，因为你知道爱不会离开你。爱不是来自谁，而是你对自己的对待。当我开始这样活着，外在世界也跟着回应我。我吸引到更自在的合作，更真诚的关系，甚至金钱的流动也变得顺了。但我知道，那些都只是回响。真正的富足，是我内在的爱转变了能量。我不再焦虑明天怎么样，因为我知道今天我就在被照顾中。我不再责怪过去的自己，因为我知道他已经尽力活着了。我也不再急着成为谁，因为我现在的样子已经是一份礼物。富足原来不是结果，而是一种状态，一种感觉，一种你从早到晚与自己和平共处的每一个片刻。我从未这么稳过，即使一切还在变动，我仍然感到满满，因为我心里有爱。这份爱不需要别人证明，也不会随条件消失，它只是一直都在，只等我回来。我终于明白，富足是活在爱里的感觉，而当我选择爱自己，我也同时打开了整个宇宙的爱流向我。那时候的我，
活在一种很深的无力感里，像是无论怎么努力，都离想要的生活差一点。有时候是卡在收入，有时是卡在关系，更多时候是卡在那种我还不够好的自我怀疑中。我不断往外追，追安全感，追掌声，追所谓的幸福模样。但每当我以为自己快要到达时，总有一种空虚感悄悄爬上心头。我问自己，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？于是我逼自己撑住，不停咬牙，却没有真的快乐过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听见一段话：你不是因为有了才感激，而是因为感激了才拥有。那句话像一颗种子落在我干涸的心里，我不知道那会开出什么，但我决定尝试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练习感激，不是为了什么结果，而只是因为我不想再苦撑下去了。一开始很难，我盯着自己的生活，觉得没什么可以感激的，但我逼自己每天写下3件小事，哪怕只是今天有热水洗澡，今天天气晴朗，今天有人对我微笑，就是这么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我开始慢慢感觉到有些东西松动了。我不再只看我还没达到什么，而是开始看见我其实已经拥有什么。我的世界从灰蒙蒙的开始有了光。我发现感激不是一种正面思考，而是一种打开通道的力量。当我感激，我的心就打开。当我的心打开，生命就能进来。有一天，我边走路边默默地说感谢。谢谢这个街道，谢谢我还在，谢谢自己没有放弃。走着走着，手机跳出一封邮件，是一个我梦想中的合作邀约。那一刻，我笑了，不是因为终于得到，而是我知道世界真的在听。不是我祈求的够多，而是我终于让自己的频率对齐了。感激的本质是一种接收。当我愿意对生命说谢谢，我就在说，我准备好了，请进入我生命。而世界也会用它的方式回应你。它不是大声地送你惊喜，而是静静地为你打开那些原本紧闭的门。我开始越来越感受到，原来世界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冷酷，它只是等待我相信，它其实一直都愿意给。我也开始更温柔地看待自己，不再催促自己快点到达，而是感激自己还愿意走路。我感谢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我的心，也感谢那些曾让我受伤的经历，因为他们都带我来到今天的这里。这份感激不是一种妥协，而是一种更深的力量。它让我不再以不足的能量出发，而是从已拥有的状态创造更多。当我用这样的眼睛看生活，我发现以前觉得很平凡的东西，其实都藏着宇宙的回应。我与人对话的质地改变了，我创造的东西更有温度了。我不再依赖掌声来肯定自己，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被世界照顾着，而这一切都是从我开始感激开始。当我感激，我就不再追赶；当我感激，我就愿意等待；当我感激，我就知道，我其实早就在一条通往富足的路上。我终于明白，丰盛不是远方的回报，而是此刻的感知。每一次深呼吸，每一次拥抱，每一次看见与被看见，都可以是丰盛的体验。而当我每天都在练习这样看世界，世界也真的悄悄地为我打开更多的门。门后
不是别人的生活，而是我终于准备好拥抱的自己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生命都是一场证明。我急着让别人知道我可以，我行，我不一样。我把时间排得满满，把努力当作防卫机制。我用过度的承担换取安全感，用超时的自律争取认可。我以为只要足够努力，足够完美，足够坚强，我就能拥有我想要的一切。但现实不是这样的。我越用力，心越累；我越争取，心越空。有一种无形的枷锁困住了我，那不是来自他人，而是来自我对自己的怀疑。我在拼命证明的背后，其实藏着一句话：我怕我不够好。我以为只要外界认可了，我就会安心；只要别人羡慕了，我就会快乐。但我错了。有一天，在一场无声的崩溃里，我发现我已经快不认得自己。我被责任压得喘不过气，被表现控制着情绪，甚至开始排斥自己原本的敏感与柔软。我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很好的人，却失去了与自己连结的能力。那一天，我什么也没做，只是静静坐着，心里浮现一句话：我可以不再证明什么。那句话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，但它一进入我心里，就让我流泪了。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，也许是累了，也许是释放，也许是终于有人，也就是我自己，允许我放下这场赛跑。我开始慢慢练习，不再每件事都做到完美，不再对每个人都解释自己，不再硬撑着不适合的关系与合作。一开始很不安，因为我怕别人看不起我，觉得我退步。但奇妙的是，当我越不证明自己，我越被看见了。因为我开始发光，那种从内而外的光，不是闪亮的表现力，而是安稳的存在感。我不再需要炫耀什么，因为我已经接受自己的完整，而这就是富足的开始。富足不是多做一点就来，也不是多完美一点就到，它是在你放下那个我要变得够好才值得拥有的信念后，自然而然流向你的状态。我开始更自在地与人连结，开始真正享受创作的过程，而不只是成果。我开始说出真实的感受，不再隐藏，不再扮演。我发现，原来活着可以这么自由，而这份自由，就是我一直渴望的富足。那不是有很多的感觉，而是不用再挣扎的感觉。是你知道你是被允许的，你可以休息，你可以说不。你不需要再拿别人的眼光来评估自己是否成功。这样的日子很安静，也很饱满。我开始更愿意相信，宇宙会在我放下执着的那一刻，给我更适合我的安排。我越是放下控制，越能接收到支持。我越是不用力，越是靠近我真正渴望的状态。我不再靠证明换来价值，而是用真实交换连结。我不再压抑内在的渴望，而是让自己用自己的方式丰盛起来。而这一切都从那一刻开始。我不再用力证明自己，我选择信任，我值得，无需条件。我选择相信，我的存在本身就是礼物。从那一刻起，我才真正活得富足。不是因为我成为了谁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成为了我自己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。
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